加班猝死后，我穿成了大齐国的后妃。睁开眼时，天色昏沉。寝殿内，一个气鼓鼓的小糯米团子正围着我唠叨：“母妃，三皇兄比我多背了一首诗，太傅今日夸了他，我今晚要多背2首。母妃，二皇姐带了一只新步摇，她说是父皇赏给陈贵妃的，为什么不给母妃？母妃也要有。母妃，张姑姑说丽贵嫔抢走了你的药膳，太可恶了，我要告诉父皇。”吵得很。我伸出手指戳了戳她的小脸蛋，她跳脚惊叫，不大的脑袋使劲摇。母妃，我继续戳，她继续摇，不要不要，戳摇叫，戳摇叫。玩了一会儿，我恍然大悟，这个小孩是个小拨浪鼓。小拨浪鼓一把抱住我的腿，可怜巴巴：“母妃，别玩了，太傅布置的课业我不会做，您教教我。”我笑眯眯弯腰道：“什么课业不课业，咱们该吃饭了。”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小拨浪鼓瞪大了眼睛：“母妃肯用晚膳了？您不在练武了吗？”我换人传膳，揉了揉他毛茸茸的脑袋：“饿不饿？”他双眸骤亮：“饿。”母妃，我可以吃糖糕吗？我微笑：“那你还是不够饿。”小拨浪鼓皱巴巴委屈起来：“母妃。”等饭上桌的间隙，我托腮坐在桌旁发呆，顺便接收这具身体的记忆。薛明义，薛将军的幼女，被父母兄长捧在手心里16年，16岁时嫁君王，初封便是贵妃。年少皇帝初登基，外有强敌虎视眈眈，内有书王跃跃欲试，全靠薛家军东征西讨，平外敌，削藩王。短短8年，科举兴盛，天下才子尽归帝王麾下，武备修明，四海豪杰皆为社稷平藩，外御内治，天下太平。与此同时，后宫的妃子像花一样盛放。薛明义从来嚣张跋扈，帝王枕畔不容他人酣睡。几年争斗下来，把自己从贵妃折腾到妃位，从后宫独宠到帝王厌倦。手上练武的茧被磨平了，挺直的腰背因练武变得柔软了，人也饿瘦了。我于心底叹了口气，好佩服啊，能对抗住食欲的人都是狠人。好在他的食欲还在，等一道道冒着热气的菜端上桌，胃已叫嚣的厉害。小拨浪鼓双眼放光，雀跃的小手不知何处安放。因为担心母妃，他也很久没有好好吃一顿晚饭了。我摸了摸他的脑袋，生他时薛明义难产，险些一尸两命。那年皇帝登基3年，和薛明义感情甚笃，给他取名萧齐，小名六贵福，外祖父起的，因为在兄弟姐妹里行六。我服了。薛明义和萧齐很默契，从来不提这个小名，我也不想提，于是道：“小阿宝，用膳吧。”他神情飞快地怔了怔，喜笑颜开，用力点了点头。我看着琳琅满目的餐食，有些吃惊，妃子的份例这么丰盛吗？大宫女荔枝很无奈：“娘娘，其他宫的娘娘听说您要复食，争抢着把自己的晚膳给您送过来，他们就想看您长赘肉，跳不成漂亮舞。”我失笑，然后给自己夹了一块红焖羊肉，又遗憾没有烤饼。荔枝很为难，小厨房被您遣散了，御膳房这个时候也不开火了，这可怎么办？这可好办。我俩对视一眼，他立刻会意，急匆匆出去传话。不过一刻，各宫各殿小厨房又起炉灶，争相来给我送品味各异的烤饼。我舒舒服服，不紧不慢地吃完一餐饭，还有乖巧可爱的小朋友叽叽喳喳陪聊。只不过他有他的烦恼。母妃，为什么二哥能过目不忘？为什么三哥总在太傅吩咐之前做好功课？母妃，为什么三皇姐能吃点心和糖果？为什么父皇更喜欢听丽贵嫔唱歌？因为他海马体活跃度高，海马不是马，抱歉，母妃也不会生海马。因为他内卷。你问什么是内卷？母妃之前不吃晚饭，就是内卷，很好，你也别卷。因为他不是豁牙巴。别哭，你的牙能长出来。因为他上辈子是百灵鸟，我上辈子是牛马。什么？我是牛马你也爱我？谢谢，你是豁牙巴我也爱你。别哭，真能长出来。晚饭后我练了会瑜伽，想起上辈子我在家附近健身房充了卡，
但我就去过1-2次。瑜伽教练是个小姐姐，她后来经常威我，今天来不来呀？我总说不了，加班，没时间啊。现在总算有时间了。萧琪在旁边端正坐好，手托着下巴思考。结束后，他说：“母妃，你跳这个舞好看，慢慢的，不头晕。”我捏捏他的脸，要不要教你？他有些脸红，我跳给父皇看吗？我愣了愣，笑了，当然不。这个舞只是跳给自己的，强健体魄。他蹦起来，哇！我要学。我们一边教学一边玩，小阿宝哥哥笑个不停。夜晚过得很快，转眼就要休息了。他扯着我的袖子扭捏，母妃，我不敢回偏殿，我怕黑。我目测了下距离，无奈蹲下身，这才几步路呀。他搂住我的脖子，母妃抱我好不好？母妃很久没抱过我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一把抱起来他。别看这小子人小，可是真沉呀，这么几步路，嘴也不闲着。呜，母妃，我课业忘记做了。担心什么？明天再做喽。可是太傅说，明日复明日，明日何其多。这句话的意思，明天还有很多呢，你今天着什么急呀？啊，是这样吗？当然啦，放心吧，天塌不下来。要是天真的塌下来呢？那就当被子盖。好不容易将他抱上床，小阿宝黑葡萄一样的眼睛贪恋地盯着我瞧，最后小大人一样叹了口气。母妃，我今天真开心。昭文道，惜死可以。母妃就是我的道。我给他梳头的手一顿，刮了下他的鼻子。不学无术。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？这句的意思是，早上知道了去你家的路，晚上你就死定了。他目瞪口呆，被知识冲击到了，满目迷茫，是吗？我笃定道，当然。听母妃的话，不要把生死挂在嘴边，人应有所敬畏。他懵懵懂懂，却听话的回，是。孩儿明白了。我满意的笑笑，道，睡觉吧。他闭上了眼睛，已有倦意，母妃也回去休息吧。我轻轻拍着他，说着好，给他轻轻唱着童谣。小小的一片云呀，慢慢的走过来，请你们歇歇脚呀，暂时停下来。等他熟睡，我才出门。刚刚迈出偏殿，一抬眼，院中突兀地站了一行人。为首人身着玄色龙袍，面容清俊，与我四目相对。错愕过后，我连忙快步走过去，弯腰施礼，拜见陛下。他潜伏起我，眉眼略带责怪，你平素就是这么教导朕的儿子的。我俯身拜道，臣妾愚钝。良久，他叹了口气，罢了。你从来不在书本上用心，也是难为你了。我谢恩后，疑惑道，这么晚了，陛下怎么过来了？闻言，身后侍从通通低下了头。皇帝面色复杂，托你的福，朕连晚膳也没吃上。叫人去查，才发现和宫把朕爱吃的饭菜都送进你宫里了。啊，我就知道那群女人没那么好心。正要请罪，却听见萧正言轻笑一声。多日不见，朕的爱妃还是这么霸道，略微出手，就叫朕不得不赶来见你。我身子一僵，而后莞尔一笑，陛下来的正是时候，臣妾刚好要吃个夜宵。红焖羊肉包还没有撤下，我往里加了饼、时蔬，简单换人煮了道丝瓜汤。萧玉犹嫌不足，又往包里扔进去几只螃蟹，又大又肥。他言之凿凿，羊肉干热，螃蟹性寒，正好互补，你多吃点。你多吃点。互补的另一面是相冲啊。我淡笑不语，一味给他添菜。就像员工不必与沙比老板多费唇舌，妃妾也不必与皇帝争执。我也佯装吃了几口。萧玉很开心，明义，你我很久没有这样自在随意过了。我默了默，原身的记忆被此话调动，脑海中浮现出他们二人几年前感情正深时，萧玉带着薛明义微服出宫，逛夜会买花灯，吃各色民间小吃的回忆。虽然美好，但回宫之后，萧玉一定会身体不适，太后会因此狠狠责罚薛明义。慢慢的，薛明义变得小心谨慎，不敢再插手萧玉的饮食，他自己的习惯也随之变得清淡。我叹了口气。萧玉一怔，明义。我微笑道，臣妾已为人母，自是不能如从前一样不懂事了。萧玉和缓了神色，摇摇头道，
不论何时，朕待你之心一如往昔。我淡淡回道，臣妾亦然。他十分满意，欣然起身，略带歉意，朕今日翻了丽贵嫔的牌子，怕是不能陪你了。他是宗亲举荐入宫的，朕不好冷落。我点点头，臣妾明白。他愣了愣，转身走了几步，未踏出门槛，又转回头，那朕走了。我俯身恭送陛下。他站住不动，朕真的走了。我起身直视他道，臣妾会关好宫门的，陛下不必担心。他注视我良久，拂袖而去。我与荔枝道，明早不要叫我。传话出去，就说薛妃娘娘吃了陛下亲自调制的饭菜，中毒一病不起了。萧玉来之前，我便从荔枝口中得知，薛家父兄大胜漠北，已经在班师回朝的路上了。即便萧玉忌惮薛家，也不好在此时责难，与薛明义修复关系，挑起后宫嫉妒，再一句逢场作戏，激起薛明义的战斗力，后宫再也无法平静。后宫不宁，前朝生乱，萧玉再找一个理由。我最不喜欢做理由，我喜欢睡觉，但没睡成。小阿宝上学前还要来我床头絮叨，母妃，孩儿给您请安了，记得起来吃早膳啊。母妃，昨天您给我讲的课业，千万不要去外面讲啊。儿臣没有别的意思，儿臣不是说您讲的不好的意思。哎呀，母妃，您早膳的山药枣泥糕，我可以带一块走吗？二皇姐每天都有点心吃。我闭眼坐起身来，招呼荔枝往她嘴里塞了块点心。去，快去上学，晚了先生骂你母妃，可不会帮你骂回去。现在闭嘴。她委屈巴巴走了。我继续睡觉。薛明义的身体不累，但我的灵魂累。我不记得我有多久没睡过一个好觉了。一觉深清，我睡得昏迷不醒。本来是装病，见此来为我看诊的太医却也拿不准了，我被萧玉读到的事就此坐实。即便萧玉回去腹泻又过敏，太后也没办法再责怪我。我好好睡了几天大觉，每天醒来，床头都守着一个愁眉苦脸的小阿宝，他致力于往我嘴里灌黑乎乎的苦药。我怀疑我是被苦得清醒了。10天过去，我神清气爽。为了感谢小阿宝亲尝汤药，我花了一下午时间指挥大家准备食材和锅具。在小阿宝下学的必经之路上，摆起了烤淀粉肠摊子。上辈子我最想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摆摊。荔枝没有觉得这样不体面，也和我一样兴奋，但多少有点担忧。娘娘，咱们这么放肆，还能翻身吗？我打了个哈欠，指挥人道，翻身别想了，翻个面吧，要糊了。他们今天被太傅留堂了。淀粉肠熟得太早，凉了不好吃。于是一会儿功夫，我吃了3根，荔枝吃了2根。又吃了一会儿烤丸子后，荔枝劝我，娘娘，歇会吧，晚上还吃吗？我喟叹道，1两也不能少啊。放心吧，一口吃不成个胖子。荔枝很悲痛，但一口又一口可以。我们正僵持着，小阿宝终于下学了。本来垂头丧气的皇子公主们，快走到我面前时，个个精神一振，谁也阻挡不了淀粉肠的香气。小阿宝更是眼前一亮，飞扑过来，母妃。我接住他转了一圈后，塞给他小半根焦香四溢的烤肠，快吃点垫垫，饿坏了吧？他飞快点点头，一小口一小口地咬。旁边几位平日对薛明义退避三舍的皇子公主都没有逃，老实行礼过后，胆子最大的二公主眼含期待，开口道，薛母妃，您吃的是什么呀？我笑了笑，烤肠呀。你没吃过吧？快回家找你母妃要去吧。她愣了愣，瘪了瘪嘴，要哭。嘿嘿嘿，最讨厌小孩哭了，我逗哭的除外。第2天，我送糖葫芦、少糖板。第3天，我送肉蛋堡。第4天，我送烤洋芋。第5天，我送烤奶和蛋挞。几个小孩整天围着我转，一口一个薛母妃，叫得很热切。第10天，我被太后叫过去罚跪，有人把我告了。老太太觉得我从前拖累她的好蛋儿，现在祸害她的好孙孙，那样不入流的吃食，怎么能进高贵的皇子口中？不过没关系，他骂我，我不还口，他又不敢打我。本想这么囫囵混过去，却忽然有人来禀告，说6皇子来为我求情。我顿了顿，
抬眼看向面容严肃的太后，她指了指我，哀家的孙儿这般孝顺，怎么有你这样的额娘？从前你不管他，现在你薄待他，你要是不想养，早点送来给哀家。我轻声道：太后娘娘容禀，其儿深得陛下与太后疼爱，她年纪虽小，一直感恩，想为陛下与太后祈福。求问国师之后，方知多沾民间习气，少些皇子娇气，才能得偿所愿。臣妾身为人母，想成全其儿一片孝心，又想不到别的主意，这才钻研起民间饮食，望太后原谅。太后神色缓和些许，但语气依然不好。刚刚你怎么不说？我拜道：臣妾有罪，自该受罚。太后娘娘对其儿这般疼爱，臣妾不想惹太后娘娘烦心。良久，她叹了口气，唤我起来：你褪去娇巾之后，还算贤德。罢了，回去吧，好好教养哀家的孙儿。我应诺，刚走了2步，又被太后叫住：你给其儿做的吃食，也送来一份给哀家。我愣了愣，道：是。走出慈宁宫，入眼便见小阿宝沉静站在路边等我，他面上并无着急，冷静的不像个小孩子。看见我出来，这才双眸一亮，扑过来抱住我：母妃，你没事吧？我揉揉他有些凉的脸蛋：当然没事。听说你走得急，摔了一跤。他摇摇头：100微脏而已。我笑了笑：走吧，咱们回家。他重重点了点头。正逢夕阳西下，我牵着他的小手，一大一小的身影斜照在宫墙上。小阿宝手心的汗又热又凉，刻意压制的呼吸声分外明晰。我感受到我的心脏也在重重喘息。晚上，我给他讲小红帽的故事，哄他入睡。小阿宝依然情绪不高，蔫头蔫脑，几度欲言又止。我捏捏他的鼻尖：有话就说哦，不然晚上要做梦了。他耷拉着眉眼，环抱住我的脖子：母妃，是三哥的母妃淑妃娘娘告了您的状。三哥和淑妃吵架，我们偷听到了。我、二哥、二姐，我们都再也不和三哥玩了。哇！我惊讶道：你们听力这么好呀，真棒！以后晚上少看书，实在要看也要点明亮的灯，视力也要一样好才行。他短暂迷茫过后，点了点头，打了个哈欠：母妃，我困了。我帮他盖好被子，温声道：那晚安，祝你做个好梦。他咯咯笑起：我要在梦里打败狼外婆。我也笑了：你一定是身手不凡的猎人。他困得睁不开眼，小手还握着我的衣袖：楠楠，我会保护好母妃的。我心头微动，轻手轻脚离开。宫灯明亮，我趁夜色未浓，携荔枝前往御书房。太后要吃小吃，我可不敢亲手奉上，否则一不小心吃出什么问题，薛家谋反的罪名就板上钉钉了。通传后，萧玉很快让我进去。他眉目淡淡，前几日还不肯留朕，今日怎么主动上门？若你是因被太后责罚来向朕诉苦，大可不必开口。我轻声笑了笑，站在原地静静看着他，直到他狐疑道：你想什么呢？我抬眼：臣妾在想，应是臣妾多年来的跋扈、骄矜、莽撞时在令陛下寒心，所以陛下会这样以为臣妾。四目相对，萧玉叹了口气，明议：是朕疏忽了你。我走上前，轻施一礼：臣妾亦疏忽了陛下。他忽然紧握住我的手，良久，他终于问：你今夜过来，为了什么事？我进入正题：太后娘娘想尝一尝臣妾宫里的小食，臣妾想就这样做好送过去，有些失了心意。恰逢太后寿诞在即，不若仿效民间，搭一条饮食长街，做一些宫里吃不到的新鲜吃食，可对宫中上下开放，热闹起来，讨太后欢心。陛下觉得如何？萧玉略略思索，点了点头：主意不错。那由你来操办。我一愣：啊？萧玉含笑道：你的主意难道要把功劳让给别人？我温和一笑：臣妾的名声不太好，这样出风头的事还是少做为好。再说臣妾已经出了主意，其他姐妹何该出力？正好也快到三皇子生辰了，不若让淑妃姐姐主办。萧玉失笑：既然你愿意做贤妃，朕怎能不成全你？我谢恩。淑妃办事效率很高，有模有样的美食街很快就操办起来了。听闻太后很高兴，我也很高兴。
早上小阿宝上学前，我坚持于昏睡中嘱咐他，下学后不要乱跑，记得给母妃买好吃的回来。他总是小大人一样摇摇头，再应一声，知道啦。我又昏睡了几天，前几天摆摊给我累坏了。睡足之后，我挑了个晚霞盛放的傍晚，去淑妃的美食一条街逛了逛。不比现代的差，还没有添加剂。几位皇子公主的感情好了很多，手拉着手一起逛街，唯独把三皇子排除在外。他一个人蹲在角落，我站到了他身后，长长的身影将他落寞的一团罩住。他错愕回头，薛母妃。我蹲下身，温声问，怎么不开心呢？他耳朵红起来，想必六弟已经和您说了，是我母妃向太后告的状，害您被责罚，害兄弟姐妹们闻不到您做的好吃的。我哑然失笑。所以你因为这件事和你母妃吵架？他迟疑地点了点头。我敲他一下，母妃是为你好，担心你被外物诱惑，怎么能和他怄气呢？他是世界上最爱你的人了。他眼尾泛红，语气很别扭，可兄弟姐妹们恼我，不和我玩。我安慰他，那是他们不对，薛母妃让他们给你道歉。不等他反应，我大吼一声，萧琪，你过来。远处，小阿宝迷茫地四处看了看，目光锁定我后，扬起一个笑脸，噔噔噔小步跑过来，一手牵着二姐，一手拉着二哥。三个孩子在见到三皇子后，统一耷拉下脸色。我问，喜欢这条街吗？他们齐声道，喜欢。我问，喜欢这些好吃的吗？他们喜欢。我问，知道是谁搭建的这条街吗？他们声音小了些，脸色发红，淑母妃。我继续道，是三皇子求他的母妃好好操办的，你们要和三哥或是三弟说什么？二公主别过头冷哼一声，二皇子默默不作声。小阿宝歪头看了看我，朗声道，谢谢三哥。二公主气到跳脚，小六，你母妃被告状了。我感到好笑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淑妃已经用行动和我道歉了，我原谅她。你们迁怒三皇子，是不是做错了？应该说什么？三皇子忙摇头，不，薛母妃。几人沉默了一会儿，还是小阿宝先道，对不起三哥。二皇子轻声道，三弟，对不起。二公主踢了一会儿脚边的小石子，忽然抬起头，拉起三皇子的手，三哥，咱们一起去玩吧。几个小孩情绪来得快，散得也快，结伴跑远了。我好笑地摇摇头，和荔枝回宫。转身的一瞬间，一抹玄色身影一闪而过。淑妃给我送了许多珍贵首饰，虽然她没捎一句话，赔罪之意明显。荔枝发表了看法，娘娘，你之前欺负别人都是明着来，从来不玩阴的。淑妃确实是过分了。怪不得我这么惨。荔枝又疑惑，娘娘，您为什么帮淑妃说话？我叹了口气，她针对我就算了，但不能影响孩子们的感情。兄弟姐妹一定要有爱，从小就生了嫌隙，长大可怎么好？荔枝若有所思，但思不明白，于是换人拿好吃的进来。皇帝出入我宫的频次越来越多，哪怕晚上不留宿，也要来陪我吃个晚膳。我对此有点头疼，吃饭这样幸福的事，我不喜欢被打扰，于是经常在他来之前多吃一点。今天让小阿宝给我带的是鲜汤小笼包和桂花米糕，都是新鲜出炉的。我趁早先把小笼包吃了个干净，果然不出所料，刚吃完萧玉就到了。他捏起一块米糕，尝了一口，奇怪，闻着有肉味，吃着却不觉。我筷子一顿，又给他加了块米糕，想必是国事繁忙，陛下都累出幻觉了，臣妾这就让人传膳。刚刚站起身，殿门猛然被人推开，太后的大宫女急匆匆冲进来，跪下便磕头。陛下，不好了，太后娘娘吃了长街的东西，中毒昏迷不醒了。萧玉大惊，我也大惊。萧玉身旁的内侍急忙发问，太后吃的什么？不会是桂花米糕吧？那宫女摇摇头，不是。我们松了口气，却不料她下一句是小笼包。小笼包有毒。荔枝大叫一声，我也大叫一声。萧玉。下一刻，我捂住喉咙，无助地直直倒下去。我在醒来时，发现小阿宝趴在我床头睡着了，萧玉在旁边的桌子上处理政务。
见我醒来，只是轻飘飘看来一眼，薛明义，你挺护食啊。啊，这……我讪笑道，微护，微护。他放下奏折，隔着灯火与光影与我对视。以后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，不必遮掩，不必怕朕因此不喜欢你。我睡得累，眼睛困倦，氤氲出了些许泪意。萧玉更加误会，深情道：朕已下旨，复你贵妃之位。我愣愣道：多谢陛下。缓了一会儿，我才想起太后娘娘怎么样了。萧玉眼神复杂，她老人家中毒还没你深。你到底吃了多少？我颇为不好意思。事情查清了吗？到底是谁下毒呀？萧玉眼神飞快划过一抹狠戾，从前太后宫中的一个小宫女，被太后责罚过后一直怀恨在心，这次趁乱在太后最喜欢的小食中下了毒，连累了你。我叹了口气，我还好，连累淑妃姐姐却是真的。萧玉冷哼一声，不管她知情与否，有心还是无意，朕已褫夺她封号，降为美人，迁居丰和宫了。我蹙起眉头，陛下。萧玉大手一挥，不必为他求情，儿子教养不好，这么点小事也干不好，他罪有应得。我垂下眼帘，只是可怜三皇子。萧玉握住我的手，以后瑞儿劳烦你多多照看。朕观察了这些日子，发现孩子们都喜欢你。我轻声道：陛下放心，臣妾会做好的。太后苛待宫人被报复的事，河宫皆知，她老人家很是病上了一病，此后身体一直不好。我的人缘反倒好了一点，连一向孤高的林贵妃偶尔都来向我讨教下美食做法。三皇子性格变得更加孤僻，但因没有了淑妃强迫，他不需要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课业上，反倒挖掘出了在医学上的天赋。每日早晚都去太后宫里侍疾，言曰替母赎罪，是个聪明的孩子。小阿宝少了三哥带来的压力，唠叨的毛病也有所好转。我趁他有精力，教他学弹琴。弹琴可陶冶情操哦，好处很多的。小阿宝捂着耳朵，可是母妃，你会弹吗？我收起了教学的手，给他另请了师傅。他果然喜欢了，还去和兄弟姐妹们炫耀。二皇子起先不屑一顾，可小阿宝让他试试后，他发现顾目不忘的自己是绝对音痴。小小的孩子很崩溃，他意识到了自己并非天才。从此后，在课堂上再也不藐视众兄弟姐妹了。小阿宝过的一天比一天开心。秋末，荔枝掐指一算，道：娘娘，薛将军快还朝了。好快呀！我微闭着眼，细细听窗外。寒生谁在檐牙坐，落叶梧桐苗作秋。起风了，天也已很凉。庆功宴在我的极力劝阻下办得比较简朴，我也拒绝了家人进宫探望的恩赏。虽然萧玉不说，但我看得出他很满意。但我万万没想到啊，薛家的缺心眼是祖传的，骨子里流淌。我不见山，山来见我。像山一样的薛父不知如何混进了宫，埋伏在后花园里等我。见我就是一个熊抱，乖女儿，爹想死你了，你娘你哥哥们也想死你了。怎么陛下说你不愿见我们？他瞎说是不是？我赶紧捂住他的嘴，和荔枝连拉带扯，才躲到假山后一处隐蔽的地方。爹，您怎么不经传召私自进后宫？他挠了挠头，嘿嘿一笑，爹想你啊。我用怀疑的眼神看他，不止吧，爹。他找了块石头，大马金刀坐下，确实，爹主要是来通知你一声，我要造反了，你做好准备。我颤声问，什么准备？他嘿嘿笑，当公主的准备啊。咱再不受那萧家小子的气了。我两眼一黑。薛父有些不开心，怎么，你觉得为父不能成功？我有些心累，情感上并不认同，但理智上觉得是这样没错。薛父瞪我一眼，我看是你胆子太小了。闺女，你想想看，爹就你一个女儿，等你当上公主，天下男人随便你挑，你也再不用为讨好别人节食了，咱天天吃香的喝辣的。我有些为难，我吃不了太辣的，我只能吃微辣的。荔枝别过脸去。薛父厚重的脸庞浮现出一抹茫然。我趁此问，爹，听闻漠北战败求和，让你带回来了一位质子。他很骄傲，没错，他是漠北最勇猛的王的儿子，是只小狼崽子。
我思绪飘远，目光仿佛穿过偌大的长安城，看到了3000里外的草原。可是爹爹，这场战争能胜利，靠的不只是元帅将士的勇猛，还有万万百姓的供养。为了打这场仗，他们很久得不到休息了。更何况，爹爹，你想过您的外孙子吗？您若输了，他外祖父谋反不成，他必受牵累；您若赢了，他乃萧氏子孙，又该如何自处？薛父恍然清醒，差点忘了我们小六贵福。他重重叹了口气，爹爹说着完的。闺女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如山一样的身躯忽然显得佝偻起来，薛父扯出一个笑，眼底有些潮湿。我小女儿的孩子都有那么大了，可惜这次见不到了。等她再大一些，爹爹亲自教她骑射。我定定看着他，一言为定。他无声笑了笑，大手拍了拍薛明义的头，就像我拍小阿宝一样。可是，不属于我的心脏在剧烈的跳动。送薛父安全离开后，我一回头，便看见了不远处的小阿宝。我心猛然一跳。与荔枝对视一眼后，我快步走过去，温声问他：“今天下学这么早吗？”小阿宝疲惫道：“从漠北来的那个小孩子被父皇安排和我们一起上课，他一直捣乱，说我们听不懂的话，好聒噪。”我揉了揉他的脸：“你可以试试教他说中原话。”他想了一会儿，欢心道：“我有办法了。”母妃，你好厉害！我笑了笑，牵起他的手回宫。出乎意料的，萧玉正在殿中等我，茶已煮了2壶，他等了许久。我让荔枝将小阿宝带下去。萧玉面沉如水，直截了当：“今日朕仿佛在宫中看见了薛将军。”我笃定道：“陛下看错了。”萧玉沉默。我们僵持了一会儿，有工人来通报，说丽贵嫔中毒了。萧玉没空理会。我多问了一句：“因何中毒？”那工人道：“丽贵嫔一直抢用薛贵妃的药膳，今日是因为毒素累积才爆发出来。”换我沉沉看向萧玉，他面上飞快划过一丝慌乱。我淡定道：“他强占不属于他的东西，无福消受，自讨苦吃，与别人无关。”萧玉挥退工人，于上座站起，慢慢踱步到我身前。爱妃比我想象的更加聪慧明理。我直迎他的目光，臣妾薛明义以性命发誓，永远不会肖想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良久，萧玉笑了：“朕今日也不曾见过薛将军。漠北的小质子叫多伦，自入大启宫来，除了第1天表现不好，把太傅气得半疯后，余下的日子都很受尊敬。他满宫和人讲，招问道：惜死可以。因为萧琪告诉他，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早上知道了去你家的路，晚上你就死定了。他被族人抛弃，不想活了，死之前要多骂人，讨厌的中原人。却不料太傅很感慨，既有此求学之心，孺子可教。多伦想不到，为什么他凶别人，别人反而还这样尊敬他。他第一次感受到中原儒文化的礼魅力。渐渐的，他收敛了满身冰冷的倒刺，努力学习仁义礼智信，争做五讲四美好少年，并把最开始帮助他的六皇子萧齐当做了毕生的榜样。那将是他一生追逐的太阳。但不知为什么，他被放回漠北那天，萧齐握着他的手，笑眯眯和他讲朝闻道，惜死可以时，他忽生满身冷汗。马蹄哒哒响，他一路颠簸回漠北。漠北大部分的草原已归了大启，余下的肥美之地被各部抢占。他偏安一隅，不觉吃亏，只想好好过日子，最好能多种些粮食。他已经知道那句话的原本意思了，但他也清楚，他的太阳送别时说这话的意思，绝对不是原本意思。邪恶的太阳。几年后，大启的六皇子代君王向又团结起来的漠北各部送了国书，上面只写了一句话：朝闻道，夕死可以。有懂汉文化的人翻译：早晨明白真理，当晚死去也可接受。漠北各王百思不得其解，怎么还不如不翻译？只有多伦明白了，他果断拒绝各部邀约的美酒，骑着战马哒哒哒跑回他的部落。他不想骑他。近来雨水丰厚，他的稻子快熟了。再后来，南北一统，漠北诸王被清算，只有多伦躲过一劫，守着他的土地继续生活。他朝中原虔诚一拜：哦，我神圣的太阳！我和萧玉达成了某种共识。
我薛家上交兵权，不插手国事政事，我于后宫温暖四方，约束嫔妃，免去萧玉后顾之忧。皇室皇子公主互相友爱，平安成长。小阿宝慢慢长大，逐渐显露不凡，既继承了萧玉治国理政的好头脑，又继承了薛家铜筋铁骨的好身体。萧玉放手让他去参与军务。18岁时，小阿宝大败漠北，漠北草原尽归中原，他比他的外祖父还要厉害。朝野上下心照不宣，默认他为大齐的储君。萧玉也是这个意思。近几年，他慢慢将小一半朝政交由萧齐打理，人闲下来了，就有更多的时间在后宫闲逛，大多是在我宫里。我还是很烦他，我已经教会了陈贵妃、丽贵嫔他们打麻将，我们本来玩得很好，但现在教会徒弟饿死师傅，被萧玉绊住脚后，他们几个不带我了。讨厌。萧玉坐在榻上打了个喷嚏，明义，你怎么又在心里骂我？我低着头白他一眼，臣妾没有。萧玉笑起来，你最喜欢骗朕了，为什么又不高兴呢？是因为朕迟迟未封其儿为太子吗？我失笑，摇摇头，陛下，这么多年了，您还不了解臣妾吗？他却坐起身来，并不理会我，自顾说着，其儿文韬武略绝对服众，但唯有一点让朕不放心。我下意识道，什么？萧玉侧过身来，漆黑的眸子盯住我，抬起手，大拇指划过我的脸颊，使我一阵战栗。他语气怜惜又残忍，他太依赖母亲了。若是亲生母亲便也罢了，可你鸠占鹊巢，朕怎么放心得下？我浑身冰凉。萧玉挥了挥手，下一刻，萧齐和三皇子萧睿带着国师从殿外进来。萧玉轻笑，齐儿，父皇和你三哥的话你可以不信，国师的话怎么会有假？若你还不信，你便自己问他吧。我的小阿宝久久未言，最后他闭上眼，用尽全力一般道，不必了，父皇。儿臣已为准备好了毒酒。我笑了，我不喜欢拖泥带水，接过毒酒一饮而尽。无赶尽失前，我看见萧睿眼里大仇得报的快意，萧玉眼里的欣慰与满意，也听见荔枝撕心裂肺的怒吼，六皇子，你怎能是奴？唯独没看小阿宝一眼。大启贵妃薛氏，乾元37年薨，帝悲痛不已，追封为昭义皇后，册其子六皇子萧齐为皇太子。帝哀思过甚，未及2月竟崩于宫中。三皇子萧睿于先帝陵前执孝，忽随先帝而去。新帝渐坐，承继大统。我醒来时，荔枝正为我煮汤，脑子晕乎乎的，仿佛又恢复到了加班加猛了的状态。见我醒来，荔枝大喜，娘，夫人，你醒了。她忙塞给我一封信，快，趁你还没晕过去，看完信给回句话吧，一天派人来问3遍，烦死我了。我浅浅一笑，小孩子改不了急性子。打开信纸，入目是熟悉的字迹，我眼眶微酸。娘亲，展信安。三哥言之凿凿告诉我说，我娘亲不是我娘亲时，我在心里笑死他了。我一早就知道的。那个傍晚，娘亲睁眼看我第一眼时，我就知道了。可我怎么会怪您呢？可我怎么会恨您呢？明明不愿争斗的您，为了我谋算淑妃，让太后抱病，替三哥出局。您为给我母妃报仇，冒天下之大不韪，给父皇下毒，使他外强中干，不得不过早让我摄政。您从没和我说过，荔枝姐姐原是用毒的高手。可自我母妃去时，我就再也不是小孩子了。娘亲，我那年5岁，您或许想象不到，见您的第一眼，我就在心里想了千百种杀掉您的主意。可后来，我慢慢感觉到害怕，害怕您窥见我本心后，会觉得我面目可憎。可我改不了了。当我知道他们萧氏父子发现您的秘密后，我便下定主意将计就计，送您出宫。与其让您厌弃我，不如我主动远离您。而知道，在这深宫里的每一天都使您不得自由。虽不知您从何处来，但今后您可往任处去。儿臣为您准备了足够的暗卫，天下之大，皆可为家。娘亲，幼时我曾问您，天塌下来该如何？您笑言，天塌下来就当被子盖。虽羡慕您心之自由，但儿可以肯定，儿做了大齐的王，大齐的天就不会塌。小阿宝长大了，儿子可以保护母亲。
只是最后您不肯再看我一眼时，我还是很难过，很难过。母亲，对不起。一纸读完，我已泪流满面。我的小阿宝，母亲怎么会厌弃你呢？我枯萎的心脏早就不因生死而跳动时，脉搏却因你的一言一笑而缓慢起伏。救赎你的10几年里，何尝不是我的自救？那天的最后，我哪里是不想看你啊？我早知是场戏，只怕与你对视，就一不小心笑出声来，忍得实在辛苦。母之子，子不知母。小阿宝，欠揍哦！等我游山玩水玩够了，再回家揍你。番外，二公主得知薛贵妃薨逝，疯了一般赶回宫中，冲进萧齐店里，对她拳打脚踢。你为什么听信奸人谗言，对你母妃痛下毒手？她是你母妃啊，薛母妃那么好，她对你那么好，即便真如父皇所言，但她从未害过你。3年前父皇令我和亲，是薛母妃替我苦苦求情，我才免去一劫。她那么好的人，你们这帮禽兽焉敢如此害她？狗东西！你萧家没一个好东西，你们早晚要遭报应的。二公主哭到几近昏厥。此后几年，她接出陈贵妃到公主府，在位进宫，直到陈贵妃劝她进宫给薛母妃上炷香，她才再踏进皇宫。却在薛母妃旧日殿内，惊见一位与薛明义一模一样的女人悠闲地躺在摇椅上。她正吃着一根淀粉肠，看见二公主，笑呵呵道：“想吃也不给你，回家找你母妃要去。”二公主捂住嘴，倒退几步。当日，二公主罕见地出现在御书房，她拿了许多珍奇的礼物，一股脑往御书房里塞。萧齐很无语：“二姐，你想明日众大臣参奏你贿赂君王吗？”二公主满脸歉意，陪笑道：“姐姐错怪你了，特来给你赔罪。都是你姐夫的珍藏，姐姐全给你偷来了，你快看看喜不喜欢？”萧齐内心偷笑，面上不显：“哦，也就那样。”二公主咬咬牙：“你等着，我把它压箱底的再给你送来。”萧齐终于笑了，点点头，当个事儿办。二公主见状松了口气，凑上前来：“薛母妃什么时候走呢？”萧齐面色温柔：“她想走就走。在古代我总算是善终了，活了98岁，把小阿宝都熬走了。”安详地闭上眼，在睁开时，我又回到了现代。恍如隔世的宫位唤回了我的神思。比萧玉还高高在上的上司将一沓文件啪地摔在我桌子上。“公司是你睡觉的地方吗？你还想不想干了？”我猛了猛后笑了，一把将工牌甩过去：“摔你爹呢！我不干了。”顶着数道错愕的目光，我大步朝外走去。外面阳光明媚，风景正好，活着的感觉真好。但是舒心不过3秒，我又沮丧了。没工作我怎么生活啊？然而还没来得及发狂，一张公司简介从身旁递过来。我惊讶回头，却见小阿宝，他正是20多岁的模样，不好意思地笑笑：“对不起娘亲，我没听你的话，上辈子积劳成疾，早就穿过来了。但是好在我现在有了自己的事业，你想工作的话，我可以给您提供工作岗位。”我挡开简介：“不用，我可儿就行了。”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